眼前这辆出过大事故的奥迪28是强子花了不到8万美刀买下的。这辆车来自于一个二手车拍卖网站，当时很多人对这辆超跑都很感兴趣，但是大部分人都处于观望状态，基本上没有人敢出价，因为谁也不知道这辆车的内部状况如何。不过咱们的强子就比较头铁，他通过图片简单了解了一下车况后，认为这辆车可能没什么暗病，修好之后应该能卖个好价钱，于是他直接出价7万8美刀，以高出第2名1万美刀的价格成功拿下。抢到这辆超跑后，强子也是非常的干脆，开拖车直接就去了报废厂，这里的员工早已等候多时，看到强子来了之后，就用大叉车把这辆奥迪28推了出来。此刻强子的内心是忐忑的，虽然从外表上来看，车子的受损并不太严重，仅仅在侧面有一些擦伤，车头有些地方也被撞掉了，但这些还只是看得见的部分，万一要是发动机或者变速箱出了问题，那强子可就亏大了。要知道一辆新的奥迪28在这边也不过17万美刀，接着他要把车子带回去，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。经过10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他总算是回到了工作室。这时我们也终于有机会能好好的端详一下这辆超跑了。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它的其中一侧几乎没有受损，看起来和新车没什么区别。但随着镜头的慢慢移动，另一边的样子全部显示出来，这里的情况就没那么乐观了。它被摩擦得非常严重，而且前面的大灯和散热器都缺失了。值得庆幸的地方是，处于进气格栅后面的零件几乎完好无损，另一侧的轮胎也完全正常，只不过内部的轮盘有些生锈，到时候多踩几下刹车就可以了。根据强子的总结来看，这辆奥迪28需要修复的地方并不太多，大部分都是一些小零件，还有车身被磨损的地方，里面的功能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要说整辆车最严重的地方，应该就是侧面的2个轮毂了，上面的钢条已经断裂，整体结构也变得扭曲，这意味着里面的控制臂可能也不行了。当然这些只是强子一番推测，具体什么情况还得等拆出来才知道。接着我们来看车子的内部，它的内饰还是很干净的，基本上不用翻新处理，但里面的安全气囊全爆，这就有点惨不忍睹了。不过更让强子震惊的是，主驾驶的安全带还是正常的，这说明当时的事故并不太严重。现在强子心里算是有数了，接下来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尝试发动这辆野兽。由于它太久都没有启动过，一直放在停车场吃灰，所以电池早就没电了。强子根据自己的修车经验，结合在网上查的资料，总算是找到了电池的暗盒。打开之后，里面是2个电极，他将电源和车子进行连接，就在接通的一瞬间，车子上的灯光全部开启，这辆奥迪28的霸气也显露出来。这对于强子来说是个不错的信号，说明内部的线路并没有受到车祸的影响，而且也没有出现老化的情况。接着他又坐进了车内，看着眼前仪表盘上不停闪烁的故障灯，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从上面显示的数据来看，这辆 R8 总共行驶了3600多英里，大概相当于5000多公里。看来原车主非常的财大气粗，一辆出了点小事故的新车，直接就丢到了报废厂里。此刻强子的心里乐开了花，接着他按下了启动按钮。可惜的是，这台超跑并没有任何反应，看来修复之路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为了找出车子无法发动的原因，强子打开了后面的引擎盖，发现发动机一切正常，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伤，真正的原因似乎另有隐情。接下来他的主要目标就是把这辆超跑发动起来。强子决定先从前面的电池入手，把表面的内饰板全都拆掉，然后在一堆线路里面找到了一根至关重要的保险丝。这根保险丝和车内的安全气囊是联动的，当车子发生碰撞时，前面的保险丝就会断掉，电池自然也就无法供电。强子用外接电源和上面的电极连接，然后开始尝试发动车子，结果当然可想而知，车子并没有任何反应。他推测可能是电池的电压不足，于是又拿来了一个转换器，给这辆车提供了更大的电压。没想到这次就歪打正着的成功了，这辆超跑总算是发出了吼叫。强子也没想到进展竟然如此顺利，但这辆车仅仅运行了几秒就熄火了，这可能和冷却系统的受损有关。不过只要车子能正常发动，其他的问题就很好解决了。他打算重新订购一套新的保险丝，这个的价格也不算贵，直接换掉可以避免很多麻烦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强子要先把右侧的前后车轮拆掉，看看里面具体是什么情况，到时候把所有的零件汇总起来，一起去商店买新零件。不过让强子感到奇怪的是，虽然前轮出了事故，上面好几根钢条都断了，但是里面的零件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看来奥迪28的质量真不是吹的。确定前面没问题后，强子又来到了后轮这边，他很快就拆掉了这个轮胎，这部分的情况就没那么好了，一些金属臂扭曲得很严重，其中一根甚至和螺丝挤压在了一起。接下来强子的计划是要把后面的面板先切下来，腾出足够的操作空间之后，再对其进行全面的修复。车子主体就已经拼接了上去。要知道之前这辆车的问题还非常的严重，为了进一步检查后轮舱的情况，强子先把里面的挡泥板衬垫拆了出来，当然这是远远不够的。接下来还有侧面整块的套件，由于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奥迪28，所以对螺丝固定的位置不是太清楚，这就大大增加了拆车的难度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强子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，他在专卖二手零件的网站上找到了和车子尾部一字板，而且还有360度无死角的图片可以观看。
这样强子就能清晰地看到每一个螺丝的位置。从图片上展示的情况来看，他不仅需要拆掉底部的轮舱，还得把车门和后面的保险杠都拆掉。现在强子对尾部的构造已经了然于胸，所以很轻松的就拆掉了保险杠。但接下来的一步他却不敢怠慢，因为涉及到了后面的2个车灯。之前有网友在评论区调侃说，这辆车只要车灯没坏，那么就还具有修复价值。虽然这只是一个玩笑，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奥迪的车灯有多贵。强子也是深知这一点，所以操作过程非常的小心，生怕对这个车灯造成损伤。现在尾部的大部分零件都被拆掉，强子很轻松的就把右后翼子板拿了下来。从视频里的情况来看，这部分的损伤并不明显，只是表面有一些轻微的擦伤。为了节省一部分的成本，后期强子可能会直接对其翻新，并不会重新采购新的零件。而在这个翼子板的下面，他发现里面的零件没有任何损坏，这一点强子也着实没有想到。接下来他的重心转移到了内部，强子先把外面的车门拆掉，方便接下来的拆卸工作。另外这部分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磨损，但他现在还不打算修复，等到所有损坏的零件都被拆掉后再一起进行处理。现在这辆奥迪28的内部已经完全暴露出来，我们能看到座椅侧面还有残留的安全气囊，很难想象这辆车当时出了多大的事故，也不知道车主目前有没有事。当然强子可不关心这个问题，他把副驾驶的座椅拆掉之后，给镜头前的大家展示了一个东西。就在这个椅子的下面布满了大量的零件和线路，看起来非常复杂。但让强子感到惊讶的是，虽然上面的东西很多很乱，但拆起来却非常的轻松。所有的电线都被集中了起来，直接插在车子底部的小盒子里。要想拆掉这个座椅，只需要拧掉固定的螺丝，然后断开线路连接就可以了。强子之前修复了那么多车子，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，看来奥迪还是非常贴心的。接着他又来到了车子的另一侧，把主驾驶也拆了出来。等到车内完全清空之后，他就要开始拆除安全带了。在强子看来，安全带不过是2根绳子罢了，应该很容易就能取出。但谁也没有想到，就是为了拆掉2侧的安全带，强子几乎把后面的零件拆光了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忙活，车子里面总算是清理干净，强子也已经精疲力竭。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开始，真正的重头戏还是前面的方向盘。要想拆掉上面爆开的安全气囊，需要把很多零件都拆掉。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大概也不过如此了吧。强子打算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，他用手机进行计时，然后使出了单身30年的手速，对着仪表盘就是一顿操作，最终只用了短短2小时25分钟就完成了任务。不过现在车子的内部已经惨不忍睹，里面的线路排布非常乱，看来之后的修复之路会非常困难。强子把混乱的车库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后，就搬来了一个巨大的包裹，这里面装的是一些车身套件。从箱子的规格来看，里面的东西应该非常多。随着表层的木板被慢慢的剥离，这些零件也暴露了出来，是一些全新的控制臂、一个车门，还有一些车身套件。由于这些零件都是2手的，所以强子需要仔细检查一番。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出，他们的情况并没有多好，表面的磨损和划痕非常明显。不过这些倒不是大问题，因为后期强子会对车子进行全面的喷漆，到时候所有的瑕疵都会被掩盖。现在有了新零件之后，就可以开始修复车子了。强子先把车子的后摆臂拆下来，这里算是全车受损最严重的地方，不仅很多零件扭曲了，就连用来固定的螺丝都弯掉了。由于它这里没有同款的螺丝，所以目前还无法进行安装。为了不耽误修复进度，他接着又把上面的控制臂拆了下来。这部分操作起来很容易，而且不需要拆掉外面的刹车系统，这就极大的降低了强子的工作量。他给这里换上了新的控制臂后，就又来到了车子前面，要把这里坏掉的悬挂和控制臂全都换新。操作过程和刚才几乎一样。正当强子以为非常轻松时，突然就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里面的转向轴竟然如此松动，轴承也已经和转向轴脱离。看来这次的修复工作并没有那么容易。为了将隐藏在里面的地方修复，强子不得不把前端的车身套件全都拆掉。没想到又暴露出来了更多的问题，散热器之前就是坏的，这一点强子也早有心理准备。可让他感到惊讶的是，用来支撑散热器的底部支架竟然只剩下了一半。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到时候再焊接上去就行了。但其实强子真正担心的地方是不确定这里有没有零件的丢失。考虑到自己对奥迪28并不是太了解，他就在网上找到了一张图纸，这上面详细的记录了所有的零件，还附带有完整的安装方法。如果大家玩过积木的话，我想应该都能看懂这张图纸。其实要是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会发现修复这辆奥迪28和拼接积木并没有什么区别，对车子的结构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，接下来再对内部进行拆解就很容易了。他先把悬挂等零件全部拿了下来，最终得到了松动的驱动轴。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上面的轴承已经完全报废，轻轻一碰里面的钢珠就掉了出来，而且润滑油也洒了一地。看来这辆车的情况并没有强子想象的那么好。接着他将镜头转移到了车子里面，要检查一下分动箱有没有受损。好在他没那么倒霉，除了那根驱动轴以外，剩下的零件都完好无损。接着他买了一个全新的驱动轴，又把所有的零件装了回去，总体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。看来这辆奥迪28应该很快就能修好了。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虽然这辆超跑的功能正在逐步恢复，可由于还有一些零件
件没有到货。为了不耽误翻新进度，强子接着又开始着手车身套件修复。首先就是前面的引擎盖，如果大家对之前的视频有印象的话，应该记得他之前收到过一个巨大的包裹，里面装的一些二手的零件，其中就包括了一个引擎盖。两人很快的就完成了替换，现在车子已经有了初步的模样，但要想把这辆超跑完全修好，那还是没那么容易的。由于车子是右前方出的事故，所以即使强子换上了新的引擎盖，侧面的缝隙依旧很明显。强子目前也无法判断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于是他打算继续安装套件，看看究竟是引擎盖铰链的问题，还是车子骨架的毛病。说话间，他又拿来了一个包裹，这就是奥迪 R8 的前保险杠。包装看起来可能非常新，但里面却是一个瑕疵件。一开始强子也不想买有问题的东西，但架不住它实在太便宜，于是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了下来。好在看到实物之后也还说得过去。现在整体的进度已经接近尾声，强子也没有那么着急了，他打算先短暂的休息一下，然后趁着这个时间欣赏自己的杰作。可没想到这时又发现了新的问题，那就是这台车的发动机被改装过，不过似乎没有成功。上面不仅有好几根线路已经断裂，而且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管道。这种情况他之前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，事情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。这里强子向在座的网友进行求助，如果大家谁开过奥迪 R8 的，或者谁非常精通 R8 的构造的，都可以给他出谋划策，好让这辆野兽早日奔腾在路上。强子接下来的计划是这样的，后面发动机的事情先搁置一下，等到了解清楚情况再下手。他先去修复前面受损的部位，那就是散热器的底座支架。好在这部分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根据强子所掌握的焊接知识，很容易的就把新的支架装了上去。等到它完全冷却了之后，强子把新买的零件一一安装上去，接着对前保险杠和中网进行组装。很快这辆超跑就慢慢有了形状，而且由于前面的支架被修复，车身套件的缝隙也大大减小，车头两侧基本上恢复了对称。接下来强子趁热打铁，对新买来的散热器进行组装。虽然这个散热器是新的，但为了节省成本，强子把旧散热器上的零件都拆了下来，能用的就将就一下，不能用的就直接换掉。经过3个小时的忙活，这辆超跑的情况愈发明朗了起来。不过虽然车身的进展很快，但内部的状况却不容乐观。之前强子为了拆掉安全气囊和侧面的2个安全带，把里面的内饰全拆掉了，后期再装起来会非常麻烦，但这都是无法避免的事情。等到座椅被修复好之后，还得重新装回去。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先把车身给完全修复了。而且今天他又收到了一个包裹，这里面装的是一个全新的轮毂，亮黑色，看起来非常优雅。强子确定里面的东西没问题后，就快速的把轮毂装了上去，看看尺寸方面是否合适。虽然完成之后看起来确实很酷，但是由于里面的刹车盘生锈的有点严重，所以还是有点影响观感。不过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，到时候多踩几下刹车就可以了。确定了轮毂没有任何问题后，强子又把它们都拆了下来。要我说，他这纯是画蛇添足了，人家专门定制轮毂的工厂，对于奥迪 R8 这种热门超跑肯定是非常熟悉，怎么可能给他发来尺寸不合适的东西呢？现在他又装上再拆下来，完全是浪费时间了。大家对此怎么看呢？接下来强子把轮毂和轮胎都送到了修理厂，让他们把二者结合起来，并校准一下轮胎的动平衡。在等待的同时，强子又收到了新的包裹，里面是之前拆掉的座椅和安全气囊等零件。如果大家对之前的视频有印象的话，应该能记起来车子内部的惨状，仪表盘几乎全部碎掉了，修复起来工程量非常大，所以强子索性直接买了一个二手的。他对表面进行了一番调整，把还能用的零件重新装了上去，然后就开始组装车内的内饰板。这部分虽然看着乱七八糟的，但实际上安装起来还是很容易的，只需要对内部结构足够的了解，看官的你也能很快的组装上。经过强子3-4个小时的忙活，车内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，接下来就该安装安全气囊了。这是车内一个很完善的安全系统，基本上把内部的空间全部包围了起来，对驾驶员和乘客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。而强子也算是有了一些经验，他很快就把里面整备的整整齐齐，接着又更换了保险丝。现在这辆 R8 从理论上来说已经可以正常运转了。强子来到车内将其发动，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显示屏上的故障代码没有之前那么多了，看来强子的修复还是很到位的。强子给奥迪 R8 装上排气管后，激动地踩了几下油门，这个声音听起来非常性感。做到这一步，他花费了非常多的精力。之前车子的故障代码被消除后，强子带着部分套件来到了喷漆车间，这是他之前买的二手零件，仔细看能发现表面有很多划痕。他对其进行仔细的擦拭之后，又调制了一桶亮黑色的漆，均匀喷到这些套件上面。对于强子来说，喷漆并不是他的强项，所以为了保证完成后丝滑的质感，他在这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。等到第一层黑漆风干之后，他又给表面喷上了一层清漆，这能让车身像镜子一样光滑。与此同时，在喷漆厂的外边，他的同伴叫来了一辆大拖车，要把这辆奥迪 R8 拉回去。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出，喷好漆的车身套件已经被装了上去，而且车子也可以慢慢的行驶。尽管这个距离看起来有点远，但我们还是能听到一些微弱的声浪，这大概就是 R8 的魅力吧。等到车子被拉回工作室后，强子知道大家肯定没听够这辆野兽的咆哮，于是就从窗户钻进了车子，将其发动起来让大家欣赏，顺便再把车子开下来。这个声音听起来非常的诱人。另外，我想大家肯定也听过其他超跑的声浪，你们觉得谁的声音最好听呢？评论区可以告诉我答案。
等到车子被安全的转移进去后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它的状态还不错。要是把剩下的漏洞补齐，应该就算修复完成了。但是强子却并不太乐观，因为他刚刚在开这辆车的时候，隐约感觉右后车轮有点不对劲，开起来会有一种金属摩擦的感觉。他将镜头转移到底部，要来一个仔细的检查。结果如他所料，这里的问题非常的严重，驱动轴和主轴竟然完全分开，用手轻轻一碰就会松动，甚至里面黑色的油还洒在了控制臂上。另外，下面的支架扭曲的也很严重。原本强子以为这辆车基本可以结束了，谁知道半路突然出来个程咬金。在对这部分进行修理之前，强子整理了一下目前的库存，他要把桌子上的配件卖出去。这里面包括2个完好无损奥迪R8轮毂，一个已经爆开的安全气囊，还有一个 GT2 的大灯。这个大灯上面有一些不起眼的瑕疵，很容易就能修好。这时有些人可能就会好奇，那2个轮毂明明是完好无损的，为什么不直接回收利用呢？其实对于轮毂这方面的处理，强子通常是比较大气的。如果其中一个出了问题，为了避免采购时的麻烦，他会直接买一套新的，这样就不用后期去找同款的轮毂，节省了很多时间。接着强子又来到车子尾部，快速的把后轮拆了下来。经过好一番操作，最终里面的驱动轴被成功拿下。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它的状况简直就是惨不忍睹，整体被黑色的润滑油覆盖，而中间的轴承早已不知去向，受损相当的严重。而强子对这部分的处理，竟然只是换了一个全新的传动轴，没有对其他地方进一步检查，这里估计算是偷了一个懒。这部分完成后，强子又买了一套全新的排气管，这些排气管并不简单，它们不仅非常的轻，而且还连接着控制系统，车主只需要坐在驾驶座上，就能控制排气管里的消音器。如果把奥迪R8开到小姐姐多的地方，就可以按下按钮释放出这头野兽，让它在路上尽情的咆哮。而如果是深夜开车回家，那么就可以打开消音功能，尽量让这个野兽安静下来，避免影响到邻居休息。接着强子对发动机进行调整，如果大家对之前的视频有印象的话，应该还记得这里有很多暴露在外面的管道。他还向手机前的观众求助，在大家的帮助之下，最终强子也是彻底搞明白了原理。但要想把发动机部分完善，需要先换上这套排气管，这部分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。强子和搭档2人仅用了不到1个小时，就将排气管装了上去。最后他把发动机后面的管道进行整合，接上了2个不知名的零件。由于狼叔也没有开过R8，所以咱也不知道这部分的作用是什么，有大神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讲解一下。等后面彻底结束之后，强子要测试一下装上排气后的效果。我想没有一个男人会不喜欢这个声音。现在这辆车的主要功能已经修复好了，接下来强子的重心会转移到车身的修复上。虽然这辆车整体没什么问题了，但细节上还缺失了很多东西，就比如他手里的这个包裹，里面装的是一个排气管口，而且为了和奥迪R8超跑的身份匹配，强子特地选的碳纤维材料。不过现在还不能进行安装，因为他现在正在组装前保险杠，这部分涉及到很多的小零件和一些线路，所以会相对比较麻烦一些，而且还要安装前面的2个大灯，这里他必须足够的小心，因为奥迪的车灯是众所周知的贵，要是在即将翻新完成的时候出现了幺蛾子，那可真就得不偿失了。好在最后还算是有惊无险，强子十分顺利的把保险杠装了上去。接着他要把车身其他地方的贴膜撕掉。之前的视频里我也提到过，这辆车只跑了大概5000多公里，算是一辆非常新的跑车，所以强子在这些车膜的下面应该没有划痕等不好的东西。结果也正如他所料，当车身所有的膜被清除后，确实没有发现任何损伤。但在我看来，强子完全可以不这么做，因为原车的灰红交替色和黑色比起来，看着要更酷一点。如果全车贴成灰红，效果应该会更好。你们觉得呢？经过了20天的翻新改装，奥迪R8的翻新终于完成。从刚开始的大事故外观，到现在可以正常的上路，全程大概花费了12万5美刀。这个修复过程中最让强子费心的就是车身非常严重的摩擦。车门部分虽然也有磨损，但毕竟是一个可替换的零件，强子直接买了一个2手的换了上去。但在车门后面的地方就麻烦了，这部分的车身套件已经缺失，呈现出一个巨大的漏洞。而至于底部的侧裙，由于强子订购的零件还没到货，所以现在只能处理其他地方。刚才我们提到的原车车门，虽然外部受损严重，但里面的内饰板成色却非常好，所有的零件功能也是正常的。强子要来一次乾坤大挪移，将上面的东西都拆掉，然后转移到这个新车门上。等这个过程结束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车门上残留了大量指纹，非常影响这辆超跑的质感。不过强子似乎并不在意这些，他只关心车子能不能恢复正常。好在目前算是一切顺利，尤其是这个刚装上去的车门，两侧的缝隙是等宽的，这说明车子的结构是没问题的。接下来强子的目标就是将侧面的通风口给装上，原车的通风口套件已经被撞坏了，所以他又买了一个新的。原本我以为这部分和右后翼子板是一体的，要换的话必须全部换掉，可没想到他竟然可以独立拆卸，这样一来就大大方便了强子的工作。经过半个小时的忙活，这辆车所有损坏的地方已经完全消失了。强子接下来的重点是把剩下的车身套件装上去，尽快完成这辆超跑的翻新。不过一般不出意外的时候就要出意外了。从之前的几期视频里我们了解到，强子很热衷于购买2手零件，认为能花小钱办大事。
但正是这种贪小便宜的心理，差点让这辆超跑报废。这里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，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强子现在正在处理原车的保险杠，他快速的把上面的零件拆掉，然后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又拿来一个全新的挡风玻璃。为了保证施工进度，强子和搭档双管齐下，一个人去擦拭这个新的挡风玻璃，另一个去清理玻璃槽。他们配合的还算比较默契，很快的就把新的挡风玻璃装了上去。这部分完成后，强子又拿出来一个新的安全气囊。由于方向盘上有油丝，所以在安装的时候他必须非常小心，不然这个气囊就又报废了。好在整个过程有惊无险，不过这个气囊只安装上还不行，因为系统上并没有接入它的信息，显示屏上依然会报错。强子用自己的电脑和车子连接，然后找到了相关的代码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关于安全气囊的代码已经关闭，不过他还是不太放心。接着又把车子发动起来，显示屏上已经不会显示气囊的代码了。虽然进展非常顺利，但是软件方面的东西还没有结束。接下来他把车子拉到了当地的经销商，让专业的工作人员对传感器重新编译，并检查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暗病。他们的效率非常高，只用了不到2周就完成了。但强子心里却有点抱怨，因为 4S 店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，更换了车子的一些零件，而且还进行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保养，并且开出了很高的收费，光是账单都有好几大张。好在现在车子已经恢复正常，他也就不想去计较那么多。目前翻新工作基本结束，强子把4个车轮都拆了下来，给里面更换了制动液，然后又拿来了一个新包裹。从这个弯曲的形状来看，我想大家都能猜出来是什么，那就是一套前铲和后尾翼。这两个东西可不是二手的，而是强子花了大价钱定制的，材质选用的是碳纤维，还附赠了一张身份卡，上面有着独一无二的序列号，给人一种很高级的感觉。强子很轻松的就把它们装了上去。现在车子已经完全恢复正常，但由于这辆车的右前轮被撞过，所以如果不把里面的制动盘换掉的话，他总觉得少点什么，所以强子就又把车轮给拆了，然后换上了一个二手的制动盘。可恰恰就是这个玩意儿，差点让这辆超跑报废。等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强子把 R8 开出来进行测试。让他感到震惊的是，车轮在运转时竟然有杂音，而且要是大家仔细观察的话，会发现原本生锈的制动盘上面的锈迹竟然呈现出不均匀的脱落。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要么就是里面的轴弯曲了，或者就是制动盘本身不规则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强子只好再把车轮拆掉。起先他并没有怀疑制动盘，因为他觉得人家应该不会卖给他出了问题的零件。另外，毕竟这辆车出过事故，所以可能有些地方自己还没有检查到。结果强子在里面找了好久，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于是他将原本的制动盘又装了回去，然后试着手动将其旋转。这时我们就能看到，在这个过程中缝隙并不是等宽的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他又换上了之前的制动盘再次进行转动，这次缝隙就没有任何变化。根据这个结果看来，强子应该是被人坑了。此刻他也懒得再去追究这件事，只想一心把车子给修好。由于找到了问题所在，并且制动盘已经换掉，所以他将轮胎装回去之后，这辆奥迪R8就算修复完成了。接下来强子开始清洗车身，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1个小时，一辆几乎全新的超跑就诞生了。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强子把车开到了室外。我觉得这次的修复还是很成功的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它纯黑的配色。当然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强子要汇总一下整个翻新的花销，所有的零件和工时仔细的算下来花了33000多美刀，而车子当时是78000买的，这两项加起来差不多是125000。那么你们觉得这辆车卖什么价格合适呢？可以给强子提个意见。接着我们来欣赏一下这辆跑车。